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极限挑战开播，岳云鹏、贾乃亮接连卖惨，龚俊左右为难。一档综艺想要成功不容易，但是毁了它却是轻而易举。比如极限挑战，前面4季多么经典，如今就有多么寡淡。极限挑战的存在，离不开男人帮成员的不按套路出牌，也离不开导演的纵容和理解。如今极限挑战已经做到第8季，但是元老成员只有一个王迅、黄渤、孙红雷、黄磊、罗志祥、张艺兴早已经退出节目。而王迅之所以还在，只不过是因为没有更好的资源罢了。在这档节目里，他的存在感比不得后加入的贾乃亮、岳云鹏，甚至连最新加入的龚俊、杨超越也比他更有影响力。王迅的镜头少得可怜，位置也越来越边缘化，他唯一的作用大概就是给节目组当吉祥物了。昨天极限挑战放出了先导片，8位嘉宾齐聚一堂，通过一个小游戏来增进了解，也可以帮助3位萌新适应极限挑战的节奏。游戏很简单，每个嘉宾都被问到一个问题，而身后的其他人会猜测答案，如果和答题者的回答一致，可以获得金币，不一致则失去金币。第一个答题者是王迅，节目组明显是想搞事情，问他如果有重生的机会，想要龚俊的颜值，还是想要黄景瑜的身材。王迅选择的是黄景瑜的身材，因为他本人很懒，不喜欢锻炼，更别说练成黄景瑜这样一身腱子肉了。第二个答题者是岳云鹏，节目组问他想要郭麒麟的身高，还是孙悦的体重。他想了想，选择孙悦的体重，因为他觉得身高矮会影响下一代，而大体重则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减重。第三个答题者是杨超越，给到他的问题是，如果他要演电视剧，会选择和小贾一起演姐弟恋，还是和贾乃亮一起演大叔萝莉恋。杨超越最终的选择是小贾，因为他觉得谈恋爱还是得和同龄人。第四个答题者是贾乃亮，节目组也是诛心疑问，问他最害怕极限挑战中发生哪种情况，一是黄景瑜的到来，让他失去了体能担当的角色，而是杨超越的到来，让他不再是金句担当。贾乃亮思考许久，最终选定了第1项，他还是更看重体能。郭京飞一语中的，中年男艺人最怕的就是衰老。之后导演组又陆续问了龚俊、小贾、黄景瑜和郭京飞。郭京飞的问题很简单，自己最丢脸的是在节目里打滚，还是输给了岳云鹏。小贾则是让他做选择，会找郭京飞还是雷佳音当自己的表演老师。他们俩的回答都是前者。最有意思的是对黄景瑜和龚俊的提问，他们是这一季加入的新人，也都正当红，有庞大的粉丝群。导演组给他们的问题格外像是陷阱。问黄景瑜的是，觉得自己会和王迅还是小贾成为最好的朋友。导演组刚把这个问题说出来，王迅就开始打起了感情牌，走到黄景瑜的身边说自己年纪大了，而小贾正年轻，机会一大把。说完就给了黄景瑜一个你懂的眼神。王迅的意思很简单，小贾年轻皮实机会多，而他步入中年，需要机会，更需要肯定，暗示黄景瑜选他。最终黄景瑜确实选择了他，给出的理由是王迅是今天认识的新朋友，刚加微信，需要多照顾。黄景瑜的理由挺能站住脚的，一来可以还王迅的人情，毕竟王迅之前选了自己，二来小贾是老朋友，更熟悉，也就更不会因为这个而生气了。黄景瑜这个问题选不好就容易得罪人，但我觉得最难的那个问题是导演组给龚俊挖的坑。节目组问他觉得极限挑战老成员中谁的综艺表现最好，一个是贾乃亮，一个是岳云鹏。听完问题，龚俊还没有反应，身后的岳云鹏和贾乃亮就先掐起来了，只不过他们的争斗不见血腥，是最柔和但也最有效的攻击打情感牌，卖惨。岳云鹏先发制人，对贾乃亮说自己没有电影，
没有电视剧，只有综艺了。贾乃亮还在发懵，岳云鹏就大踏步走到龚俊身边，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弟弟，哥哥没有电影，没有电视剧，相声3年没有演出了，哥哥只有这个。说完意味深长地看了龚俊一眼，转身离去。贾乃亮也不示弱，立马瞅准机会就在龚俊旁边坐下，靠着龚俊的大腿说：刚才我金句也没有了，体能我也是没有了，我现在在节目里就是多余的。作为一个过气的男演员，贾乃亮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岳云鹏又来到龚俊的身边，说他今年广告也没有。龚俊一左一右，一个岳云鹏，一个贾乃亮，都在哭惨。龚俊面露难色，思考了很久，最终给出的回答是贾乃亮。而一听原因，果然是同情票。但龚俊确实是个实诚的孩子，虽然选了贾乃亮，但看到岳云鹏输了金币也不忍心，慷慨地把自己的金币分他一半。这原本是个无伤大雅的小游戏，但是几位嘉宾还是把自己的心里话说了出来。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3位老成员的集体卖惨。王迅说自己年纪大，没小贾机会多；贾乃亮说自己是一个过气的男演员；岳云鹏说自己只有靠接综艺赚钱。此番种种都暴露出一点，就是明星当综艺咖的尴尬。如果你坚持自己的主业，有多余的时间精力来录综艺，那是极好的。但如果你忽视了自己的主业，只想着录综艺挣快钱，一定会耗费自己的路人缘，把自己陷入尴尬的境地。比如岳云鹏原本是靠着相声出名，2016年参加《欢乐喜剧人2》并成功拿下冠军，一时间风头无两。看了看他的作品栏，2017年他总共有7部电影播出，王宝强、黄磊、吴君如、开心麻花，想要做喜剧的导演都抢着和他合作。到了2018年，变成了3部电影，2019年只有1部，而之后就只有2020年的《送你一朵小红花》了。但是他参加的综艺却越来越多，2017年参与录制了4档综艺，也开始在集挑担任固定嘉宾。2018年仍旧有4档综艺，其中3档都是固定嘉宾。到了2021年，疫情寒冬，岳云鹏的综艺数量依旧可观，5档综艺，其中2档是固定嘉宾。而2022年还没过去一半，岳云鹏就去了《王牌对王牌》，还有2档固定综艺《新游记》和《极限挑战》第8季正在热播。慢慢的，岳云鹏相声演员的身份被淡化了，他逐渐变成了一个综艺咖。还记得《极限挑战》播出前造势，岳云鹏发微博问节目还录不录，当时就经历了一番舆论反噬。不少网友吐槽岳云鹏玩游戏只想躺赢，不努力不进取，好吃懒做，还逃避任务，路人缘直线下滑。前2年，网友还很吃岳云鹏这一套的，觉得他呆呆萌萌，可可爱爱。可是谁能想到2年之后，舆论风向就变了。这真不能怪观众挑刺，还是得怪岳云鹏这么多年不进取。不仅疏忽了相声这个本职，录综艺也是各种下头操作。或许像网友们建议的那样，岳云鹏还是先重视相声，再考虑其他吧。贾乃亮的困境和岳云鹏有些类似。你看郭京飞，一样是中年演员，但是他一点不虚，毕竟演技和作品摆在那里。而贾乃亮呢，听到小贾要在他和郭京飞之间选一个人当表演老师，贾乃亮自己就先撤退了，说郭京飞也是他的老师，提议改答案，换上雷佳音和郭京飞隔空 PK。 说到底，贾乃亮还是对自己的演技不自信。这也难怪，出道20年，演了不少戏，观众印象深刻的大概是2013年播出的《最美的时光》，而他作为男一在剧里被男二钟汉良吊打。相比之下，还是他的婚姻故事更有名。贾乃亮这2年上了几部戏，但是都反响平平，而他本人也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综艺上。实事求是地说，贾乃亮的综艺感很好，也为《极限挑战》带来了不少看点。
他和岳云鹏的月亮组合，和小贾的双贾之争，和黄景瑜的贾瑜组合，和郭京飞也是配合默契。毫不夸张地说，贾乃亮绝对是这一季《极限挑战》当中的灵魂人物。问题是，他骨子里有股骄傲，总是憋着一口气，想要在演技上证明自己。而他在综艺节目里的个人特征太突出，观众看戏时第一反应的是贾乃亮这个明星，而不是他所饰演的角色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演员非常爱惜羽毛，尽量少参加综艺。对他们来说，演员是要保持神秘感的，这样才能更好地塑造角色，而观众也更容易入戏。无论是岳云鹏还是贾乃亮，都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。